3000多年前，殷商最后一个君王纣王把江山玩到了崩溃边缘，酒池肉林，炮烙忠良，剜心害贤。遥远的西方崛起一个小小的诸侯国，叫周，由一位72岁才下山的老人姜子牙辅佐周武王，最后在朝歌城南的牧野一战，把整个商朝给推翻了。这段史实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里只有寥寥几行字，几百字而已。可是到了明朝中后期，有一个人把这场本来只是改朝换代的战争写成了一部洋洋洒洒100回，通胀365位神祇，满天神佛亲自下场助战的长篇神话巨著，这就是《封神演义》。问题来了，一场本来只是政权更替的历史事件，为什么会被写成一场惊天动地的神魔大战？姜子牙为什么要下山？哪吒为什么要闹海？比干为什么非要被挖心？最后那张挂在封神台上的封神榜又到底封了些什么？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走进中国神魔小说的另一座高峰——《封神演义》。先说清楚这本书，《封神演义》又名《封神榜》，商周列国全传，是明代纯书，大约16世纪末问世的长篇章回神魔小说。全书100回，是继《西游记》之后明代神魔小说的另一座高峰。作者就提明代许仲林，但这个说法只见于明刊本扉页，没有其他史料佐证。近代学者松凯蒂等人则主张作者其实是明代道士陆西兴，理由是书中道教色彩极浓，非熟通内丹外丹之学者根本写不出来。学界至今仍有争议，因此本片采用明代许仲林或陆西兴所著这个比较诚实的说法。他写的时代背景是商周易代，殷商最后一个王纣王被西方崛起的周武王与其军师姜子牙推翻。这段历史在《史记》《殷本纪》《周本纪》里只有非常简略的骨架，《封神演义》把这个骨架整个包进了道教的神仙体系里。阐教、截教两派神仙各自下山助战，365位战死的英雄死后上榜封神。这是一部明代的神魔小说，不是信史。他写的不是商周的真实样子，而是明代人想象中那场改朝换代应该长什么样子。故事从纣王说起。纣王本名子寿，是商朝第31代君主，文武双全，力能扛鼎，本来算是一个有资质的君王。书一开篇有一首很长的古风诗，写得非常清楚：混沌初分盘古先，太极两仪四象全。从盘古开篇辟地说起，一路讲到31世串阴咒，商家脉络如断弦。也就是说，书一开头就告诉你，这个王朝的脉络到纣王手上已经像一根断掉的弦了。一切转折发生在纣王去女娲宫进香的那一天。他看见女娲圣像太美，竟然提笔在宫藏上题了一首调戏女神的诗。女娲大怒，从此是要倾覆商朝600年江山。这就是《封神演义》最关键的神话化起点。林间的政权更替被改写成了神明的一个决定。女娲随即降下3妖，命千年狐狸精附身在冀州侯之女素妲己身上，送进朝歌迷惑纣王。妲己进宫之后，纣王彻底放纵，他建露台聚令民财，造酒池肉林，日夜纵乐，发明炮烙之刑，把铜柱烧红，逼忠良赤脚走过去，残暴到了极点。一座本来还算昌盛的王朝，从此走向不归路。纣王身边有一位老臣，名叫比干，是纣王的叔父，殷商最后一位真正敢直僧的忠臣。当朝廷一个个忠臣被害，王叔比干仍然不退，一次又一次在金銮殿上顶着纣王的怒火进谏。妲己对这个老头恨之入骨，于是设下一个毒计。他假装心痛病发，要纣王下旨向比干索取7项灵茸心做药引，说只有这颗心才能救他。纣王竟然真的下了这道荒唐旨意。
比干跪在殿上仰天长叹，只说一句：心正手足正，心不正则手足不正。说完，他自己取出宝剑，当场剖开胸膛。书里写他将手入腹内，摘心而出，往下一刺，眼袍不语，面似淡金，得下台去了。比干一路走出朝歌城门，按姜子牙留给他的符咒口卒，绝不回头，绝不说话。可走到城外，一个卖无心菜的老妇人问了一句：人若无心，可活否？比干心中一动，当场吐血倒地而亡。临终前留下绝笔：成汤先亡，岂知因寿断送成汤28世天下。忠臣绝望，王朝崩塌。《封神演义》在这里把历史的悲悲写到了极致。与此同时，远在昆南山玉虚宫，一场决定天下命运的下山令正在发出。元始天尊召见了门下一个徒弟，年已72岁的姜子牙，告诉他：你已经修道40年，仙道难成，但民间富贵却有辱分，你要下山去辅佐明君，主持封神大事。姜子牙跪在师父面前，再三推辞。毕竟他已经在山上苦修了大半辈子，一旦下山，这40年修行就要全部放下。但元始天尊一句话定了他这辈子的命：你要替天封神，把这一场大战中所有战死的365位英雄，不分敌我，一一列上榜，给他们安一个神位。于是72岁的姜子牙背着师父给的杏黄旗，打神鞭，下了昆仑山。他没有直接奔周，而是先回到朝歌，做了一段时间的小生意。卖面粉被一阵怪风吹散，卖牲口遇上纣王禁土令，开饭馆连一个客人都等不到。每一行都做得稀烂，每一次都狼狈收场。但这些挫折都不是真正的失败，这是天意要让他绕一个大大的圈，最后在渭水之畔等到那个真正属于他，也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人。姜子牙最后选择了一个地方，渭水之奔的盘溪。他每天就坐在溪边钓鱼，可奇怪的是，他用的钓钩是直的，不挂鱼机，而且还离水面有3尺高。旁边路过的樵夫都笑他痴傻，他却只淡淡答一句：我钓的不是鱼，是王与侯。这就是中国民间流传最广的成语典故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”的由来。当时西伯侯姬昌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，刚被纣王从有里大牢释放回西岐。他在牢里关了7年，深知时不我与，回国之后求贤若渴。某天夜里，他梦见一只飞熊扑入自己帐中。第2天请人占卜，得到的卦辞是西方将遇大贤。文王立刻斋戒沐浴，亲自带人到渭水之奔寻访。果然在盘溪边上看见了一个白发老者独自垂钓，言谈之间惊为天人。文王当场下车，亲自把姜子牙扶上自己的车。民间传说里，文王还亲自为姜子牙拉了808部车，后人就说拉了808年的周朝。从这一刻起，周国的气运起来了，而商朝的上钟也正式敲响。另一边，在东边的陈塘关，有一个注定要载入封神榜的少年正在出生，他就是哪吒。镇守陈塘关的总兵李靖，妻子殷夫人怀胎3年6个月，迟迟不见动静。临盆的那一夜，产下的不是婴儿，而是一团红气满屋异香，有一肉脉滴溜溜圆转如轮。李靖以为是妖物，拔剑一劈，肉球裂开，跳出一个小孩来，满地红光，面如覆粉，右手套一金海，肚腹上围着一块红霭。这就是中国神话里最有名的哪吒。他的师父太乙真人收他为徒，给他取名哪吒，并告诉李靖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此子生于丑时，正犯了1700煞戒。7岁那年的盛夏，
哪吒在陈塘关外的九湾河洗澡，混天宝在水里一抖，竟搅得整个东海龙宫天摇地动。东海龙王大怒，派三太子敖丙前来讨公道。没想到哪吒不但当场打死了敖丙，还顺手抽了他的龙筋。龙王告到了天庭，要拿哪吒的重命。哪吒得知后挺身站出来，说了一句后人传春了500多年的话：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岂敢连累父母。当场剔骨还父，削肉还母，把全身骨肉全部还给了李靖夫妇。后来太乙真人用一池莲花为使他重塑了肉身，这就是哪吒莲花化身的由来。哪吒从此成了《封神演义》最具魅力的少年战神。时间继续推进，周文王死后，他的儿子周武王姬发继位，姜子牙仍为丞相，继续主持法碜大计。此时纣王的暴虐已经到了天下共怒的地步，忠臣或死或逃，诸侯纷纷背离，连他的庶兄微子都抱着殷商的祭器离开了朝歌。箕子装疯避祸，朝堂之上已经没有一个敢说话的人。武王与姜子牙商议多时，认为时机已到，于是亲自率周军东征。大军渡过孟津的时候，书里写：天下800诸侯不约而同从四面八方赶来会师，这就是中国史上著名的孟津官兵800诸侯会盟。姜子牙站在高台之上，宣读讨伐纣王的檄文，当众数列纣王10大罪状：宠幸妲己，剖比甘心，求箕子，杀微子，刨涝忠良，酒池肉林。每一条都让在场的诸侯与士兵愤怒地拔剑。这是商周易代真正的转折点，一场原本只是诸侯反叛的军事行动，从这里开始变成了一场全天下共同参与，上有天命，下有民心的正义之师。从这一刻起，纣王已经不只是输给了周，他输给了整个时代。决战在牧野，这是商朝的国都朝歌之南，一片开阔的平原。纣王得知周武王已亲率大军兵临城下，仓促之间临时拼拓了一支及时拼拓了一支号称70万人的大军，其中大部分其实是从各处强拉来的奴隶与战俘，对阵周武王与姜子牙的45000精顺。但《封神演义》把这场仗彻底写成了一场神魔大战。书里写，阐教的12金仙下山助周，截教通天教主门下也纷纷出阵护商。双方在牧野上空摆开了万仙阵、出仙阵、十绝阵，天上飞剑纵红，地上法宝乱飞。姜子牙的杏黄旗一展，打神鞭一挥，截教神仙纷纷应节烂落。地面上，纣王那支强拉来的奴隶大军临阵倒戈，反过头来帮周军一起攻打朝歌。历史上真实的牧野之战可能只是一个下午的事，但在小说里，这场大战打了好几回，诸神焰落，血流飘杵，尸积如山。明代读者读到这里，看的不是两支军队的胜败，而是一个天命运转、新旧交替的巨大仪式。旧的时代必须结束，新的秩序必须诞生，而结束与诞生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。木讷大骇，纣王独自一人逃回朝歌，登上他当年亲手建造的露台与摘星楼。那座聚敛了万民财富，把整座江山一块一块筑空的高楼。他穿戴整齐，横顾四周，看着火光从四面八方一寸一寸围了上来。周军已经入城，妲己已经被擒下，姜子牙的大军正在朝歌街头肃清最后的抵抗。纣王自知大势已去，命人点火，端坐在摘星楼的最高处，自焚而死。一个延续了600多年、传了31代的朝代，就这样在熊熊火光里结束了。但《封神演义》真正的高潮，并不是这场吞噬一切的大火，而是在战争结束之后，姜子牙奉元始天尊之命登上封神台，
把这场大战中战死的365位英雄，不分敌我，不分战捷，不分忠奸，一一唱名上榜。文太师被封为雷部正神，黄飞虎被封为东吕大帝，赵公明被封为武财神，就连被挖了心的比干也被封为了文曲星。整整365个名字，365个神位。书末结尾诗写：群仙此日皆正果，列圣明朝间反真。这就是封神榜的由来。一场惨烈的改朝换代战争，最后用一张神明的名单给所有的天生补上了一个位置。故事讲完了，我们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：一场本来只是商周一代的政权更替，为什么会在《封神演义》里被写成一场惊天动地的神魔大战？答案藏在这部书诞生的时代里。明代中后期，国家动东，宦官擅政，倭寇边患，民变四起。当时的读者跟我们今天读新闻时的心情其实很像，觉得时代正在崩塌，觉得善恶不分，觉得坏人为什么总是不报。于是当他们翻开《封神演义》，看到纣王再坏，最后也会被天命收走；看到比干挖心，死后封神；看到哪吒剔骨还父，最后重塑莲花生。他们得到的不是历史的真相，而是一份内心的秩序。这就是神话的力量。当现实太混乱、太不公，人们需要把它写成一个有因果、有报应，最后人人归位的故事。所以《封神演义》留给今天的我们的，不是商纶真的这么坏吗这种考据问题，而是一个更深的提醒：当你觉得这个时代失序时，记得人心需要叙事，乱世更需要神话。好，20分钟到了。如果这趟封神之旅让你有收靠，记得订阅频道。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，我们翻开明末陈继儒的人生哲学小品集《小窗幽记》，看古人如何在乱世中安顿自己的内心。最后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纣王自焚、比干挖心，还是哪吒闹海，哪一段最让你印象深刻？我们下集见。